周二晚间，川普总统出席了在宾州举行的集会。此前，他表示他每次出访只有一个目的，为美国争取最大的利益。他强调，短短10个多月已经压低了能源价格，稳定了物价，并带回了巨额的外国的投资，创造了很多的就业。谈到民生呢，他批评奥巴马医改补贴的都是大保险公司，他承诺将把补贴直接发给人民。川普总统并重申更严格的移民政策。他指出欧洲因为政治正确而陷入了困境，美国不能重蹈覆辙。好，下面是本台驻华府记者张亮、任浩发来的报道。今天上午，政客新闻播出对川普总统的访谈。川普在谈到俄乌局势时，不可避免地点评了欧洲，谈到大规模的移民和美国经济。他强调希望看到移民的付出，而不是索取和抱怨。他说无论身在何处，脑袋里只想着怎样为美国谋取福利。When I go on a trip, I only have one place in mind. It's the United States. 川普介绍，他今年出访中东、亚洲，都为美国争取到大量投资，在解决稀土等关键供应链问题，为美国谈判最好的协议等。川普说，他在短短10个多月让能源价格大幅下降，物价正在趋向平稳，而吸引到的大量投资不仅繁荣各地经济，更能带来大量工作机会，人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些效果。谈到民生川普重申奥巴马医保让保险公司赚到数以万亿计的政府补贴，他要把政府补贴发给民众，让百姓获得实惠。总统也解释了正在推行的越来越严苛的移民政策。I want to see people that contribute. 川普说，美国的出生公民权被滥用，很多家庭通过在美国出生的婴儿让全家获得公民身份。同样饱受移民冲击的还有欧洲。川普说，欧洲领导人为了政治正确，不敢驱逐非法移民。而在乌克兰问题上，欧洲领导人说得多，做得少。They're not doing a good job. Europe is not doing a good job in many ways. If you take a look at Paris, it's a much different place. 川普说，他痛恨看到年轻士兵阵亡，所以会继续努力斡旋停火。川普在节目中直言不讳地批评政客报道假新闻，但他秉持透明的原则，选择接受专访。川普总统今天晚上正在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的波科诺山向选民介绍他的经济政策、已经取得的经济成果和期望的经济目标。尽管美东最近天气寒冷，川普周二晚的集会依然吸引到大批选民下午就到场等候。美国明年将迎来中期选举，全部众议员和1/3参议员将改选，结果将决定国会的2党格局。候选人早已开始争取选民，而接下来，川普将有系列的国内访问行程，为同党议员拉选票。周一，交通部和卫生部共同发起让旅行再次适合家庭项目，宣布拨款10亿美元，改善机场的健康出行设施，提升出行舒适度，包括设置健身设备、母婴哺乳室、健康饮食等。记者会现场，2位部长被要求秀体力。71岁的卫生部长肯尼迪轻松做了20个引体向上，54岁的交通部长达菲在鼓励声中则完成了10个。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亮、任浩，美国华府报道。好，感谢张亮、任浩的报道。美国将允许英伟达向中国的获准的客户出口先进的 H200人工智能的芯片。这就意味着美中科技战的一个重大的转折。川普总统强调，此举将保护美国的就业，强化制造业，并为纳税人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益。美国总统川普周一宣布，允许英伟达向中国出售 H200人工智能芯片，美国政府将收取25%的分成，但不包含更高端的 Blackwell 和 Rubin 等新一代芯片。H200芯片是英伟达性能第2强的芯片，其效能是 H20的2倍。随着美中科技战升级，这款芯片的出口管制成为双方博弈的关键议题。先前，英伟达总裁黄仁勋多次游说白宫，他表示支持政府的芯片出口管制，但不应放弃出口中国市场，认为要让世界采用美国的科技标准，也避免中共内部自建生态系。路透社此前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由于考虑国家安全与利益之间的平衡，川普上个月就已经在考虑同意 H200芯片对华销售。他并不缺乏英伟达最先进的晶片。他就是花多点钱，他不在乎这个钱，他通过走私他是可以买得到的。
这也是为什么川普这一次他同意让这个中共能够买到英伟达最先进芯片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但是呢，在市面上他要对这些东西进行限制，他用这种限制呢，主要是鼓励国内产业去独立研究他们自己的晶片啊，走自己的路，以便和西方进行竞争。所以川普的做法就是说，既然你能买得到，既然你现在能买得到，条件高强，限制也限制不住，那么我就直接卖给你。尽管美国政府已经放开英伟达的芯片出口，但北京当局仍将限制 H200 芯片的使用，因为中共的目标是想实现半导体生产自给自足。如果允许企业进口美国芯片，将会重创华为、升腾等中共产 AI 芯片生存空间。有知情人士透露，北京监管机构一直在研究如何限制使用美国英伟达 H200 芯片，不过中共当局还没有做出决定。分析认为，依据当前形势，过去政府严控芯片的政策形同虚设，中共通过黑市与走私早已能高价取得更先进芯片。既然挡不住，不如放开政策，还能让美国获利，增加就业与保持先进芯片地位。所以说他这样子的做法呢，就等于说是把中间的那些中间黑市的那个价格就由美国政府来收了啊，他解决了美国政府的一些财政问题，同时呢，他能够非常近距离的观测啊这些晶片的走向，了解这个中共对先进制程晶片的需要。但也有观点认为，这是一把双刃剑，成效如何还得看后面双方博弈的结果。表面看这个买卖啊，美方不亏，但是以中共政权的这个流氓本性呢，它完全可以利用这个难得的缺口，也快速壮大中共的那个 AI 研发，造成最后对美方不利的结果。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陈月长春采访报道。美国国会近日公布了2026财年的国防预算法案。这份长达3086页的法案是参众两院协商了几个月之后的折中版本，内容涵盖了核武器、导弹防御、太空作战和印太地区军事部署等等，同时加强了对中共投资和供应链的限制，并持续大力的支援台湾。2026年的国防预算法案授权战争部9000亿美元资金，其中包括给军人加薪4%、扩大反无人机预算，并对金琼导弹防御系统和核现代化计划进行投资等。众议院预计周三对法案进行表决，在国会两院通过统一版本后，最终将交总统签署。这项法案将中共明确定义为美国在军事、科技、外交和全球经济上的主要战略挑战。在两党共同支持下，法案将阻止部分中国生物技术公司获得美国政府资助的合同，并授权政府禁止美国对中国人工智能 AI 和先进算力领域进行投资。根据法案，美国企业如果支持共产中国或其他关注国家发展高风险技术，如 AI、半导体、量子运算和高超音速等，必须向财政部通报。财政部也获得新权力，可制裁与中共军事或监控网络相关的外国企业。法案也推出新的生物技术采购禁令，并禁止五角大楼和情报机构与具中共军方或安全背景的中国基因测序、生物科技企业合作。其他采购禁令则针对受关注外国实体的先进电池、光伏组件与关键矿产等，并要求逐步淘汰中国制电脑等设备，以进一步强化供应链安全，降低对中依赖。同时，法案扩大了对台湾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包括要求五角大楼制定5年计划，扩大印太多边军演与海上行动，并延长太平洋威慑倡议，持续投入前沿部署、防空整合、预制军备与后勤，以应对中共军队的兵力投射。此外，国防部将强化与印太盟友日本、韩国、澳洲、纽西兰、泰国与菲律宾的合作，同时加深与印度等新兴伙伴的关系，以提升美国在与中共的战略竞争中取得更大优势。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刘佳佳，美国报道。美国和澳大利亚周一在华府举行了2+2年度部长级会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战争部长海格塞斯、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以及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出席了会议。卢比奥表示呢，在川普总统的指示之下，澳英美安全协议将得到全速的推进。And this is a very strong partnership. It's a strong alliance. And what we want to do is continue to build on it. So we have a lot of things we've worked together on at the direction of the President. AUKUS is full steam ahead, as he said. Australia's approach to the alliance has always been to ensure
work to ensure it delivers concrete benefits for our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and for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AUKUS is central to that, a win for Australia, a win for the US and a win for the United Kingdom. And we welcome President Trump's statement, we are full steam ahead. 澳英美安全协议内容包括美国、英国与澳洲共同打造一支使用美国核技术的澳洲核动力前舰舰队。澳方表示将为该协议提供额外的10亿美元。海格塞斯对此表示欢迎。As we move, as was mentioned, full steam ahead on AUKUS, we applaud Australia's upcoming delivery of an additional $1 billion to help expand U.S. submarine production capacity. We're strengthening AUKUS so that it works for America, for Australia, and for the UK. There's a lot we're going to do together in the months ahead. 海格塞斯还提到，美国正在防务领域推进与澳洲的军力部署，加强国防工业合作，在澳洲建立全新的具韧性的军事后勤网络。马尔斯则表示，澳洲防务领域最核心的目标之一就是提升美军在澳洲的存在度。We are living in a much more contested world where it really matters to be doubling down with friends and allies, and obviously America is front and centre and foremost for Australia in that respect. 卢比奥同时也强调，美国希望与澳洲和其他盟友一起保持供应链的多元化。We have to have critical mineral supplies and supply chains that are reliable and that are diverse, and not overly invested in one place where they can be used as leverage against us or our partners of the world. 有分析指出，中共多年来在印太地区带来的挑战，一直是美澳关系的核心议题。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琴综合报道。波兰宪法法院日前裁定，波兰共产党是非法政党，正式取缔波兰共产党，引发了国际的关注。对此呢，中国网友也纷纷在评论区表态。波兰共和国报报道，波兰宪法法院全体法官周三裁定，波兰共产党的宗旨和活动与宪法规定不符。波兰宪法第13条规定，禁止任何基于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等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政党存在。波兰共产党成立于2002年，声称自己是二战前波兰共产党的继承者，而不是战后苏联支持的波兰统一工人党。2020年，波兰前司法部长齐奥布罗向法庭申请取缔波兰共产党。上个月，现任总统纳夫罗茨基也提交了取缔申请。纳夫罗茨基指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反对基本人类价值观以及欧洲和基督教文明的传统。波兰共产党歌颂那些杀死数百万人的罪犯和政权为波兰法律所不容。波兰共产党被正式取缔的消息在抖音平台疯传，网友抨击中共，邪教就该剿灭，铲除邪恶，这是人类毒瘤，当今世界灾难的制造者，人类史上最邪恶组织。大纪元社论9篇共产党指出，共产党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危害人类的邪教。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安琪、赵嘉林综合报道。纽约州长霍楚的前华裔副幕僚长孙文及其丈夫胡潇因涉嫌非法充当外国代理人、收受回扣及洗钱案的庭审，12月8日进入第14天。当天，孙文的母亲孙梅萍再次以辩方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检方多次追问她银行保险箱里的现金的来源。孙母几经改口之后，终于露出了破绽，成了当天庭审的焦点。2008年，孙文的母亲孙梅萍在法拉盛一家 DT 银行租用保险箱 ，FBI 从中查获13万美元现金。孙梅萍声称，这些钱是她多年省吃俭用及早年在中国出售房产所得，与孙文及胡潇无关。检方指出，银行记录显示，孙梅萍长期没有使用保险箱，却在2021年短短3个多月内3次打开保险箱，正值孙文夫妇购置豪宅时期，而且这些现金多为新钞，还附有标示日期为2021年10月6日的纸条，与多年积蓄说法不符。检方认为，这13万美元是2017年孙梅萍曾借给胡潇，如今被返还的款项。孙梅萍当庭否认，庭上也出示了短信证据，显示孙梅萍曾说13万是我和丈夫借给你的，
后来他又改口称13万是很大一笔钱，他只是想拿红利。检方还指出，孙梅平返美时接受海关询问，表示除家中现金外没有其他资金，直到被出示保险箱照片后才承认它的存在。2024年7月 ，FBI 搜查孙文父母住所，又发现27万美元现金，捆条标示2021年7月16日。孙梅平表示，这笔钱来自夫妻退休金、照顾孙文儿子7年的收入，以及亲友多年送的红包。在是否涉及中国官方往来的问题上，孙梅平否认孙文曾代表州长前往中国。检方指出 ，FBI 在孙梅平卧室发现名表和珠宝，包括一条珍珠项链、一份珠宝证书，以及一张标示中国江苏省驻美东部商务代表处官员的名片。孙梅平却否认购买珠宝，并解释劳力士是丈夫的爱好。结案陈词9日开始，由助理联邦检察官所罗门代表政府发表。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刘佳佳，美国报道。印尼首都雅加达今天中午发生了严重的火灾事故，一栋7层高的办公大楼突然起火，火势迅速蔓延，造成了至少22人丧生，部分员工呢一度被困在高楼之内，最终靠消防车上的云梯才得以逃生。目前火势已经被扑灭，警方正在全面调查，初步怀疑呢和无人机电池起火有关。现场画面显示，浓烟不断从雅加达市中心这栋7层办公大楼窜出，火势凶猛，围观群众不敢靠近。数十名消防员全力投入救援行动，紧急疏散人群。部分受困在高楼层的员工则靠云梯撤离到安全处。现场不断有罹难者被抬出。事发当时，部分员工正在楼内用餐，火势从1楼迅速窜起，并在短时间内向上蔓延。Saat ini korban yang sudah berhasil dievakuasi sebanyak 20 orang, 5 orang laki-laki dan 15 perempuan。警方随后指出，火势已经完全扑灭，罹难者遗体已经陆续送往医院进行身份鉴定，搜救人员仍持续在建筑内部进行全面排查。Saat ini kami masih fokus untuk evakuasi korban maupun pendinginan yang di atas。据报道，这栋7层大楼内设有 Terradrone Indonesia 公司的办公室，该公司是日本无人机企业 Terradrone Corporation 的印尼子公司，主要为采矿和农业等行业的客户提供用于空中测量活动的无人机服务。Terradrone Corporation 在一份声明中就此次火灾给当地社区和客户带来的压力和不便表达歉意，并表示正在调查火灾对公司业务造成的影响。据最新报道，救援人员在大楼内已经找到至少22具遗体。随着搜救持续进行，后续伤亡人数仍可能变动。警方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资讯，起火点疑似与一架无人机的电池起火有关，但确切起火原因与位置仍在调查中。新唐人电视台记者田心综合报道。关于俄乌战事呢，俄罗斯呢周二声称，俄军在乌克兰的前线多个方向都在推进，而乌克兰也出动了上百架的无人机跨境袭击俄罗斯。在俄乌和平进程方面呢，因为拒绝在领土问题上妥协，乌克兰与欧洲盟友也提出了自己的20点和平计划，并准备提交给美国。俄罗斯最高将领格拉西莫夫周二宣称，俄军正在沿着乌克兰的整个前线推进。而顿涅茨克地区的米尔诺赫拉德是俄军的攻击重点。米尔诺赫拉德距离战略要冲红军城只有3公里，战前人口约4.6万人。普京下令击败这里受困的乌克兰军队。乌方表示，乌军正在坚守防线，努力迫使俄军为其相对有限的推进付出沉重代价。Напрягает, конечно, мы что, не люди. Напрягает. И страшновато, ни хрена себе. Я же говорю, вот, по округе прилетало, везде все сгорело。与此同时，猛烈的爆炸出现在俄罗斯境内，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楚瓦西亚地区的军事工厂。俄罗斯国防部周二声称，俄罗斯防空部队连夜在境内多个地区以及克里米亚上空拦截了121架乌克兰无人机。在战火延烧的同时，寻求和平的外交努力也在持续进行。在结束了伦敦会谈之后，周一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布鲁塞尔会见欧盟和北约领导人，以期在安全保障、武器援助和利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等方面获得更多支持。We are very close to obtain a solution
And for me, it's sure that in the 18th of December, we will take a decision.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乌克兰的主权必须受到尊重。作为联盟的第一道防线，乌克兰的安全必须得到长期保障。周二，泽连斯基前往罗马会见了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他在当天宣布，乌克兰准备将一份修订后的20点和平计划提交给美国。这是乌克兰与英、法、德等欧洲盟友的最新努力成果，力求避免基辅在领土和安全保障问题上被迫做出重大让步。泽连斯基重申了一贯的立场，那就是乌克兰不能放弃任何领土。他认为，无论从法律或道义上讲，都不能割让土地。他坦言，美国现在寻求的是达成妥协，但在复杂的领土问题上还没有找到妥协方案。关于欧洲能否帮助结束俄乌战争，美国总统川普在接受《政客》杂志专访时批评说，欧洲只会空谈却不付诸行动，战争就这样没完没了地持续下去。另外，周二，9架中共和俄罗斯的军机一起闯入了韩国的防空识别区，韩国紧急出动战机应对。泽连斯基此前就曾明确表示，俄罗斯高度依赖北京，并试图延长战争，而中方始终没有采取行动促进和平。泽连斯基援引乌克兰情报称，北京仍向莫斯科供应机床和物资。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易静综合报道。泰国和柬埔寨边境再度激烈交火，进入第2天，战火蔓延到了新的战线，双方都指责对方违反了停火协议。战火重燃，迫使边境的数十万的居民逃离家园。周二，泰国国防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泰国军事行动仅针对柬埔寨的军事目标，旨在削弱其军事能力。持续2天的冲突已造成1名士兵阵亡，另有29人受伤。While Cambodia's use of weapons continues to be directed at innocent civilian sites and medical facilities, with apparent intent to cause chaos and panic among the population. Now, Thailand desires peace, but peace must come with safety and security of the people. 国防部发言人孔希里少将指出，柬埔寨军队正用中国制造的 PHL-03 火箭炮等瞄准泰国机场与医院等民用目标。泰国的军事行动是为加强边境防御。当天，柬埔寨军方发言人则表示，截止周二上午6点，2天的冲突已造成7名平民死亡，20人受伤。ក្នុងការដោះស្រាយបញ្ហាដោយសន្តិវិធីស្របតាមច្បាប់អន្តរជាតិដើម្បីការពារអធិបតេយ្យបូរណភាពទឹកដីព្រមទាំងសុខសុវត្ថិភាពរបស់ប្រជាជនកម្ពុជា。同一天，在泰国和柬埔寨接壤的素林府，居民纷纷前往临时避难所躲避战火。泰国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已在4个边境省份设立近500处临时避难所。ตอนนั้นก็รอเตรียมตัวจะหนีนี่เลยจ้าแต่ว่ายังไม่ได้มาปืนเสียงปืนดังก็รีบเลยจ้า。柬埔寨边境的居民也纷纷逃离家园，来到临时安置点。បាទបងមានព្រួយបារម្ភដែរថាចង់ទៅអើតមើលដែរប៉ុន្តែក្រុមវិសាគាត់ឲ្យទៅយកគេបាញ់រហូតឬក្រឹមលើឲ្យទៅទេ。同一天，泰国外交部长表示，缓解冲突的责任在于柬泰双方，而不应以关税迫使双方停止冲突。We don't think tariffs should be used to pressure Thailand to get back to the joint declaration, to get back to a dialogue process. No. 今年7月，双方曾爆发持续5天的冲突。美国总统川普介入调停，告知2国领导人，若不停止交火，美方将暂停与双方就降低贸易关税进行的谈判。最终，在美国和马来西亚的斡旋下，泰国和柬埔寨一度达成停火协议。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赵凤华综合报道。周二，以色列的本古里安机场为一名遇害的泰国籍的人质举行了告别仪式。以方表示呢，让他回家花了太久的时间。根据停火协议呢，哈马斯必须归还所有的人质，目前还剩下最后1名人质尚未返还。同一天呢，以军还空袭了一处黎巴嫩真主党的据点。周二，本古里安机场为一名泰国籍遇害人质举行了告别仪式，他的遗体将被运回泰国故土。42岁的林塔拉克生前在以色列农场工作，在2年前的10月7号恐怖袭击中不幸遇难。
遗体被伊斯兰圣战组织劫持到加沙，在上周被归还。The huge terror attack on us, we failed to protect you. It took a long time, too long to bring you back home. 根据与哈达成的停火协议，哈马斯承诺归还所有被扣押在加沙的人质，这也是完成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的关键条件。截至目前，以色列警官兰格维利的遗体仍被扣押在加沙，他是最后一名尚待归还的人质。以色列军方周二表示，已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包括该武装组织精锐特种部队拉德万的训练基地。以军在一份声明中说，在这次空袭中还击中了真主党的军事设施和发射基地。近日，以色列与黎巴嫩双方派遣平民代表加入监控停火协议的军事委员会，以配合川普总统推动的中东和平议程。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与黎巴嫩在2024年达成停火协议，其中包括解除真主党的武装。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赵凤华综合报道。好，下面是今天的国际聚焦。德国国会预计下周批准史上最大规模军售案，总价值520亿欧元，约610亿美元，包括基础装备、美洲狮步兵战车、剑3防空系统及监测卫星。此举被视为将联邦国防军打造为欧洲最强常规军队的关键一步。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德国大幅扩张军备，被称为历史性转折点。总理莫斯重申国防强化的重要性，表示唯有具备自卫能力，才能确保世代安居和平。美国司法部近日逮捕2名华裔男子，指控他们自2023年起透过伪造文件、假造最终用途等方式，跨境走私受出口管制的英伟达 H100、H200 AI 芯片至中国，涉案市值高达1.6亿美元。案件与美方准备放行部分 H200 芯片合法出口之际曝光，引发外界质疑。美方强调将持续打击非法转运，避免敏感技术外流。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宣布，召回21万多个在亚马逊贩售的INIU 1万毫安充电宝，因锂电池可能过热起火，已酿11起火灾与轻伤。受影响产品为黑蓝色外壳，序列号000G21、000H21、000I21、000L21，由深圳 Topstar 制造。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日警告，虚拟绑架诈骗案增多，骗徒假冒绑匪以亲人失踪勒索赎金，锁定在网上发布寻人启事的民众，并透过 AI 篡改的照片或影片增加逼真度，但细看仍可发现可疑之处。FBI 呼吁民众提高警觉，谨防诈骗，旅途中保护个资，与家人设定暗号，保持冷静，保留影像证据，汇款前先确认亲人安全。近日，法国联合8个欧洲国家集体致函欧盟，要求应对西因等第三国电商的系统性风险，并敦促欧盟委员会强力打击不正当竞争。欧盟已向西因索取信息，拟启动调查。12月9日，韩国警方突袭电商巨头酷鹏首尔总部，并锁定一名中国籍前工程师调查。酷鹏此前爆出史上最严重个资外泄，3370万账号受影响，已自6月起透过海外服务器外流姓名、地址及部分公寓玄关密码等信息，用户大量出走，4天内流失180万活跃账号。美国神韵艺术团2026年的全球巡回演出即将拉开帷幕，明年就是神韵创建20周年了。20年来，国际名流、政要、王室、贵族、各界精英都对演出所呈现的没有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华5000年的神传文化而深感震撼，难以忘怀。新一季的演出呢，12月18日即将在法国率先登场。目前，欧洲多个城市的票房已经提前售罄。Performance was really just magical. I thought it was spectacular, and it's the kind of performance that you want to see over and over again. Magnifique, magnifique. J'ai déjà assisté à de nombreux spectacles, mais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e je vois un spectacle d'une telle qualité. I was absolutely inspired. I think it's a miracle, actually. It's a very brilliant way to show the true culture of China. Something I've never seen before. And it's resonated with me. I shall never forget this day. It's really resonated with me. Well, you saw the crowd clapping, right? The people didn't stop. It's beautiful. 神韵艺术团2026年的全球巡回演出即将展开，转眼之间，神韵也已经走过20个年头，足迹踏遍全球5大洲。
神韵所到之处，政治精英、贵族名流纷纷慕名而来，只为一睹世界第一秀风采。Sehr gut, sehr beeindruckend. War sehr begeistert von dem künstlerischen Wert, von der Aufmachung, von den Kostümen. Also das Ganze war eine hervorragende Veranstaltung, eine hervorragende Aufführung. Hat uns sehr gut gefallen. Ja, ich fand es fantastisch. Ich bin tief beeindruckt über die Perfektion, Eleganz, Anmut, Leichtigkeit. Había escuchado muchas ponderaciones de este espectáculo, pero hay que verlo. Realmente un deleite para los ojos, para los oídos y para el espíritu con todo lo que transmite. 神韵的顶级口碑扬名国际，不仅是政界名流，各国的巨商富豪、金融领袖和企业精英也都为之倾倒。It was superb. It was superb. The dancing, the meeting, you know, the stories that were told, they're profound. They really, truly are profound. And I was very moved. Both of us were moved to tears almost. Bueno, pues la verdad que es un espectáculo lleno de luz, un espectáculo que nos lleva a las tradiciones más profundas de la China ancestral y que, bueno, está lleno, digamos, de un mundo que mezcla, digamos, lo místico con la tierra, ¿no? Es algo impresionante que se recomendaría a todo el mundo que lo viera, porque pocas veces tenemos la suerte de ver un espectáculo de estas características. 20年过去，神韵演出已经成为全球各地每年的文化盛事。神韵2026年的全新演出将于12月18日在法国率先登场，并在圣诞节前后登上美国和亚太地区的舞台。目前神韵票房火热，欧洲多个城市已经提前售罄，详情请上神韵官网查询。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周琦综合报道。承传传统，匠心独具。普瑞堂玄宝黑参，精选韩国优质高丽参，历经2260天，9蒸9曝手工制作，富含人参皂苷，去除燥火，滋养身心。普瑞堂玄宝黑参再现生命活力。点击视频下面连结，输入 NTD999即可享受全球免运费。